陛下，那正好，臣妾本就是男扮女装。荒谬！你一个185的壮汉，装什么柔弱世家女？你这是欺君！陛下，就算要治臣妾的罪，也不能在御书房啊！天塌了，家人们！朕在新婚夜被皇后扑了！朕是一名爱国爱民的好皇帝，每日起早贪黑，兢兢业业。御书房的书桌上奏折堆积如山，那些奏折中不乏有人问候朕吃了吗？身体好不好？比其娘之！你要是不写这些没用的废话，朕会更好。朕的后宫中还有一堆美人，整日里争风吃醋，渴望得到朕的宠幸，可朕实乃无能为力。皇后嫁给朕的第一天，朕便严肃地告诉她，朕不行。哪不行？朕这么说是因为朕是女的。当年朕的母后膝下无子，为了稳固地位，对外谎称朕是男子，从小便把朕当男的养。后来朕顺理成章地继了位，被迫纳了许多美人，却一个也未曾临幸过。每次看到美人们争宠献媚，朕的心中就痛苦万分，那滋味当真有种太监逛青楼的憋屈感。夜深人静之时，朕只能一边批阅着奏折，一边在心底发狠，下辈子朕一定要长出来呀！朕的皇后长得很漂亮，可美中不足的一点便是她比朕高。哪家的姑娘能有1.85米的身量啊？朕从前一直以为朕1.75米的身高已然是这世间的佼佼者了，直到遇到了皇后。那一天，朕的自尊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。别人家的新婚之夜是春宵一刻值千金，而朕的洞房花烛夜却是拉着皇后在比量身高。陛下，臣身真的1.85米啊！别再长高了，唉。要不然我都没法和你一起出去了。若是你再长高些，朕以后只能踩着高跷站在你身边啦。后来为了安慰朕，皇后送来了一只小奶猫，朕超级喜欢。在撸猫的那一刻，朕感觉朕重新找到了存在的意义。朕为它取名奶糖，并时时刻刻带在身边，寸步不离。希望奶糖能让陛下更加勤勉。多谢皇后。然而好景不长，没过多久，朕那懒怠的性子又固态复萌了。之前，朕还会将奶糖高高举起。谁是天底下最可爱的小猫咪呀？是奶糖，奶糖是最可爱的小猫咪。可现在被奏折折磨得心力交瘁的朕，只会指着它。怎么你这只小奶猫不用打工上班啊？朕过得还不如一只牲口。翌日，朕又看书看到了深夜，皇后走到朕的身旁。陛下，快去歇息吧。皇后不是一直希望朕勤勉吗？此刻怎么劝朕休息了？皇后被朕噎得停顿了一下。可是陛下，还有1个时辰您就要上早朝了，臣妾怕您在龙椅上睡着。胡说，朕是那种人吗？说着，朕走向了床铺，盖好被子往里挤挤，看着仍然站着的皇后。你还不睡？皇后没说话，只是拿起朕胡乱画的手稿，看了2眼后，将好不容易把被窝暖热的朕给薅了起来。陛下在勤勉些什么？朕急了。被窝，朕刚暖好的被窝。皇后顺势捏住朕的手，她的手感很好，像暖玉一样。朕感受着那掌心的温度。你给朕暖暖脚。静默片刻后，耳畔传来皇后的一声叹息。朕终于舒服地眯起眼，可这迷迷糊糊没多久，便又被皇后叫醒。陛下，该起了。朕睁开沉重的眼皮。比其娘之，朕睡了吗？就该起了。这皇帝谁爱当谁当。朕成天被闷在这深宫里批奏折，头上都快发芽长出草来了。经过一番深思熟虑，朕决定微服出宫。陛下，多带几个人吧。朕是去微服私访的，带那么多人，不就像拿个大喇叭到处喊朕是有身份的人吗？好吧，那就让臣妾陪陛下出宫。朕闻言，满脸警惕地盯着他看。女人，你只不过是想和朕出宫玩罢了，都是借口。皇后听罢错愕了一瞬，复又无奈地叹息了一声。是，臣妾想和您出宫玩，陛下愿意吗？你既然这么想去的话，那朕就勉勉强强准了吧。果然，朕就知道这天下所有的人都在深深爱慕着朕。待换好常服，朕看着面前那装束焕然一新的美人，一时之间竟看发了愣。过了好半晌，朕才勉强找回了自己的声音。皇后还挺适合男装的。比其娘之，这身男儿打扮穿在她的身上，竟是毫无违和感，温润如玉，光风霁月。朕啊！竟然比朕还要帅！朕站在这男装的皇后旁边，足足矮了一大截。
活像个地里刚刨出来的小土豆，所以朕只能默默从箱底拿出了珍藏已久的增高鞋垫。皇后要你等着，朕一出宫就踩一个2米高的高跷，一定要气死你！微服出宫后，朕走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，看着这繁荣喧嚣的街市，心中十分感慨。皇后伸出手，动作自然地替朕理了理鬓边被风吹乱的碎发。怎么了，陛下？朕看着这人间烟火，如实相告。得亏百姓过得好，朕每天累死累活，国家还不行的话，朕死了都能气活。皇后闻言不禁失笑出声。那幸好陛下没有受气。朕忽然心血来潮，一把拉住她的衣袖。出门在外，你就叫朕哥哥吧。皇后定定地看着朕，没说话。虽然她那张俊美的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，但朕分明从中感受到了浓浓的嘲讽之意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不乐意是不是？皇后无奈地轻叹了一声。好吧，哥哥。朕浑身一震，如听仙乐，好爽！朕好喜欢这个称呼。2位公子，可要来尝尝刚出炉的烤鸡？说完，这位烤鸡摊的摊主又上下打量了一番朕与皇后，似是想到了什么，转头对着皇后开了口：“这位公子，给你妻子买一个吧。”朕满头问号，如遭雷击。你再说一遍，谁是谁妻子？皇后却是不慌不忙地勾了勾唇角，竟还微微点了点头。那便来一份吧。朕急了，慌忙伸手在底下暗暗掐了他一把。你干什么？买食物啊！朕深吸一口气，对着那摊主扯着嗓子大声宣告：“她是我的妻子，我是她丈夫。”话音刚落，霎时间，整条长街上的人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，齐刷刷地冲这边看了过来。朕呆若木鸡，僵在原地。这也太社死了吧！落荒而逃后，朕又死活拉着皇后去了青楼门前。皇后一开始态度十分强硬，坚决不准朕来这，绝无可能。于是朕用上了毕生所学，不依不饶地对她软磨硬泡。陛下，你要真想去的话，就换上规整的女装吧。朕乃九五至尊，为什么要穿女装？臣妾都男装了，臣妾想看陛下女装。朕闻言大为无语，但这话听着当真是有一种毫无逻辑的美感。但朕是一国之君，那不去便是了。可恶啊！朕好不容易才出宫一趟，若是不让朕去这等地方长长见识，简直比杀了朕还难受。爸，万一真被他发现了朕的女儿身，朕就传谣言说他才是真正的男人。成衣铺子内，皇后为朕挑了一身粉粉嫩嫩的衣裳。你就让朕穿这个？朕恶狠狠地瞪了皇后一眼，满心屈辱地穿上了这身粉不拉几的东西。待穿戴整齐后，朕忍不住在那昏黄的铜镜面前轻轻转了个圈圈。哎，你还真别说，镜中这人儿当真是好美。朕双手捧着自己的脸颊，喜滋滋地转头看向皇后。怎么样，好看吗？皇后走上前来，微凉的指腹轻轻摩挲了一下朕的唇瓣。哥哥很好看。朕的耳尖唰的一下便红了个透彻。你怎么不分场合乱叫啊？那以后叫姐姐。朕心头猛地一跳，他这难道是在撩朕吗？他是不是在撩朕？朕跟着皇后进了青楼，让朕失望的是，那些美人并没有朕想象的国色天香，反倒是一些庸脂俗粉，还不如朕的后宫。这里人多得很，皇后紧紧牵着朕的手，生怕朕走丢。可朕一生叛逆，朕想一个人逛。虽然皇后很漂亮，但是她这么寸步不离地守着朕，让朕难受。反正马车就在不远处，她意识到朕跑了，一定会马车上等朕的。朕左顾右盼，挑了个好时机，掰开皇后的手溜走了。不愧是朕。你是哪家的姑娘？朕正得意间，面前忽然凭空出现一双手，将朕的去路给拦住了。关你屁事！姑娘家那么暴躁做什么？我没素质。那人听罢，眼底的笑意愈发浓烈了几分。我看你不像乐坊中人，来乐坊做什么？朕歪着脑袋认真的想了想，来寻热闹。看着他脸上浮现出愕然之色，朕得意起来。怎么，你要毛遂自荐？这位公子，请自重。话音未落，朕便感到肩膀一紧，被人牢牢地揽入了一个熟悉的怀抱里。朕猛地扭头一看，竟然是皇后找来了。娘的！朕这风流大爷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啊！真好恨啊！那拦路的公子见状，也敛起了嘴角的笑意。皇后神色不变，语气平淡：“我是他夫君。”被揽在怀里的朕再次风中凌乱，
在回去的马车上自知理亏的朕此刻心虚得很，小心翼翼地凑上前去。你生气了吗？皇后闻言，只是轻飘飘地看了朕一眼，随后便冷冷地垂下眼睑。臣妾不敢。朕顿感大事不妙，完了，看这架势，绝对是真生气了。其实是忽然刮来一阵风，把咱俩的手刮开的，你信吗？皇后一连数日都不肯见朕，朕心中不忿，便故意在她宫门口晃荡。以后不上早朝也不批奏折了，这样摆大烂。可皇后却无动于衷，对朕置之不理。到了夜半三更，朕实在忍不了，索性爬到了皇后宫墙上。朕面容肃穆，紧紧抱着怀里的奶糖。你听朕讲，你一进去就直接咬他。奶糖呜了一声，毫不留情地给了朕一爪子。大胆，竟敢对朕动手，统统绞杀！朕凑在他耳边低声说话，试图 PUA 他。你只有乖乖听朕的话，朕才会喜欢你。没有人会喜欢叛逆小猫。奶糖似乎被抱得有些不舒服，用力挣扎了一下，朕怕他掉下去，赶紧用两只手紧紧地抱住他。可是伟大的朕头一回失策了，朕大大高估了自己的平衡感，以一个完美的弧度从墙上跌落，半空中只来得及紧紧护住怀中的奶糖。救命啊！预想中头破血流的场景并没有出现，朕抱着奶糖掉进了一个怀抱里。陛下再不松手，奶糖要窒息了。哦，是皇后，无所谓了，反正朕总会出丑。随后，朕被皇后一把抱进了寝宫，毫无形象地瘫在她床上，试图跟她讲道理。你不可以和朕冷战。皇后垂着眼眸，静静扶了扶茶沫。没有。朕见状，只能开始无理取闹。紧接着，朕声情并茂地开始了表演。虫，那真虫，那真是冷酷了耶！俺马上走，让他看不着俺。骑上俺的小马驹儿，像俺这样的人果然小石头种。别说了，俺要离开了，俺对他死心了。皇后无语地将朕拖了起来。陛下，你也知道你是一国之君，万一出了差错，谁都担待不起。朕英明神武，怎么会出差错？皇后又不说话了，只是平静地看着朕，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。朕也抿着唇不说话。荒谬，朕怎么可能怕她？忽然，朕计上心头，伸手揪了揪她的衣服。你是不是吃朕的醋了？见状，朕再接再厉。朕和那个男子说话，你是不是吃朕的醋了？见皇后一直沉默，皇后被我恶心到了。朕当真是全世界最有头脑的人。嘿哈嘿哈！全代皇后脚踢丞相，理应称霸全球，成为唯一一个宇宙霸主。正当朕得意洋洋地理衣衫，打算站起来高高在上的蔑视皇后时，朕听到了一个很轻很轻的声音，轻的朕差点以为是错觉。你什么？陛下，睡吧。邻国使臣来访，明日要宴请君臣。第二天，等着邻国使臣的朕已经无聊到骂天骂地，指责他们什么事都不用干，并开始仔细地数蚂蚁。听到声音时，朕立马正襟危坐，以朕完美的表情、帅气的脸庞、高贵的姿态，高低得拿个奥斯卡小金人啊！朕有几分近视，10米之外有些人畜不分。曾经有过把妃子养的小耶看成小孩的优秀过往，朕一直没什么表情，直到那群人走近，朕悚然一惊，这个人朕好像在哪里见过，熟悉的一副狐狸精模样，熟悉的满脸笑意，就是那天乐房自荐诊室的大傻瓜。身旁皇后握着朕的手骤然收紧了几分，台阶下那位使臣正直勾勾地盯着朕看，直看得朕心里一阵发慌。他会不会发现那天朕其实是穿了女装了？若是那样，朕的一世英名岂不尽毁？朕转头看了眼身侧皇后，无比沉痛地想，可惜皇后不是朕肚子里刚吃进去的大肘子，她并不知道朕此刻在胡思乱想些什么。皇后拿着帕子温柔地为朕擦了擦嘴角的油渍。陛下别怕。朕转过头冲各位大臣们说了几句场面话，面上挂着无懈可击的帝王微笑。比其娘指，朕怎么可能不怕？你说的是什么话？回宫之后，朕又在脑海中仔细过了一遍那天在青楼的对话。等等，脑中灵光一闪，好像不止朕穿了女装，皇后她分明也换了男装啊！想到此处，朕一下子便自信了起来。夫妻本为同林鸟，大难临头谁都别想跑。皇后满头雾水。陛下，你正常点。大殿之上，那位使臣先是冠冕堂皇地说了一些场面话，朕也只能端着帝王架子，虚情假意地尽了一些应尽的礼数。
朕在上面咬牙切齿的默默听着，心里不停的骂着这人傻叉。忽然他话题锋芒一转，竟转到了一个让朕大受震撼的刁钻角度，他竟说要入宫为妃。朕在心里破口大骂，不是这小子精神状态正常吗？那使臣却完全忽视了朕在龙椅上狠狠瞪他的眼神。臣对陛下仰慕已久，还望陛下同意，换得我两国交好。说罢，他的目光竟在朕和皇后之间来回打量了数次。以朕这多年做阅读理解的丰富经验来看，他这眼神的意思分明是，若是不让他入宫，他便要当场揭发，把朕那天穿女装逛青楼的老底全给捅出来。一旁的皇后终于开口了：陛下怎么看？坐椅子上看呗。陛下莫要玩笑。朕看着那使臣眼中略带威胁的眼神，又回头看了看身侧皇后那冷冰冰的面色，朕痛定思痛。罢了，先同意吧。至于往后怎么在这深宫里活着，朕再慢慢想办法。入夜，朕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向那位使臣的宫殿，很喜欢这种即将上断头台的感觉。使臣姓顾，为了守住朕的秘密，朕只能含泪封了他做顾贵氏。朕怀里紧紧抱着奶糖，颓丧地蹲在顾贵氏的宫门口。朕要怎么进去啊？忽然，朕恶从胆边生，低头撺掇怀里的奶糖：“你替朕进去。”奶糖只是低头舔了舔爪子，压根儿不理朕。陛下在玩行为艺术。朕仓皇抬头，发现顾贵氏不知何时正站在朕的面前，他也顺势蹲了下来。哪来的小猫？是朕的小猫，叫奶糖。我说的不是这只。你那天看到了对不对？看到什么了？娘的，这头装蒜的大尾巴狼，难道非要朕亲自把那等丢脸之事说出来吗？朕索性别过头去不理他，开始低头专心逗弄奶糖。顾贵氏见状，身子又向朕凑近了些。生气了？滚！没有。难道你说的是乐坊的那个漂亮姑娘？陛下怎么知道？陛下也去乐坊了？滚！没去。穿女装就穿女装，我又不会笑话你。朕急病乱投医，毫不犹豫地把皇后拉出来挡枪。那皇后还穿男装呢，你怎么不笑话她去？顾贵氏淡淡地瞥了朕一眼。她穿男装有什么好笑话的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你就是单纯瞧不起朕。我可没有。别老蹲在这儿了，进去说。能不进吗？朕才刚把老婆哄好，都怪你，老婆又生气了。哦，你确定是老婆吗？你这个人怎么神神叨叨的？皇后不是朕老婆，谁是啊？你觉得是就是吧。朕再也忍耐不住，张牙舞爪地朝他扑了过去。解释，给朕说清楚，话说一半都该死，快说啊，你快说啊！你自己想。好烦这些臭男人，整日里打什么哑谜？进了寝殿，朕像一具死尸一般瘫靠在床边，却还不忘摆出帝王的架子，命令顾贵氏去打地铺。为什么不睡一起？你还想和朕睡一起，做你的春秋大梦？唉，可我是来自枕席的。去你丫的自荐枕席！朕这辈子都不想再听到这4个字了，滚啊！无奈之下，朕不得不捏着鼻子含泪告诉他那个朕不行的残酷秘密。无妨，我行。你行个屁！这荒唐的洞房之夜，最后是朕和他以那熟睡的奶糖为3、8线，各怀心思的勉勉强强睡了一晚上。次日清晨，朕醒来以后，看着熟睡的顾贵氏，捏紧了拳头。为什么朕要早起上朝，他睡大觉？朕毫不客气的一把将他剧烈晃醒。起来跑操，没练好82块腹肌不许睡觉。朕看了看他的腿，更嫉妒了。1个2个都长得那么高，可恶！统统锯掉，全都给朕锯掉！御书房内刚批完奏折，皇后来找朕了。她面无表情地看着朕。昨晚陛下休息的可好？朕有些慌神，他这平淡的语气中暗含着无数的阴阳怪气。他这分明是在拐弯抹角的骂朕。面对此等修罗场，朕能怎么办？朕只能硬着头皮说瞎话卖惨。朕一晚上都在思念皇后，休息的可差了。陛下日理万机，不必在意臣妾。
上辈扔在老陈醋里坛子里，腌制了9981天发酵取出来的浓重醋味啊！朕见状，连忙狗腿的凑上前去讨好。在意的。陛下，板栗鸡做好了。朕闻言，双眼顿时爆发出夺目的亮光。要吃的，皇后做的板栗鸡最好吃了。酒足饭饱后，朕一边回味着板栗鸡的美味，一边在心里洋洋得意的总结：其实哄女人一点都不难嘛，无非就是需要睁着眼睛说一些不切实际但好听的谎话罢了。朕可真是一个合格的丈夫，如今已经熟练掌握了让家庭和睦的绝密技巧。午后，朕在御花园偶遇了顾贵氏。与后宫其他嫔妃不同的是，她趴在亭子里呼呼大睡。朕一见，顿时像找到了知音般跑了过去。你也喜欢睡觉啊？顾贵氏被朕吵醒，在刺眼的阳光下勉强睁开了睡眼。糖糖啊？什么糖糖？朕狐疑的上下打量了他几眼，随后便迫不及待地跟他分享朕的光辉战绩。朕哄好老婆啦！哦，恭喜！你为什么不夸朕？你好冷漠！顾贵氏闻言垂下眼眸，声音听起来竟有几分低落。喜欢的人哄好了他喜欢的人，我有什么好夸的？这一句话给我绕着迷迷糊糊。你喜欢朕啊？骗你的，我才看不上你。朕顿时恼羞成怒，立刻对他重拳出击。你找打！入夜，皇后不经意道：陛下最近似乎和顾贵同走得很近。也没有吧，他是朕的好兄弟，对朕没有那方面的想法。好兄弟。朕重重地点头。不然呢？朕又不是断袖，怎么会对男人有想法呢？没曾想话刚一说完，皇后的脸色又变差了几分。陛下当真不喜欢男人？望着皇后拂袖而去的背影，朕在风中凌乱。果真是女人心，海底针。这几日，顾贵氏最近总叫朕糖糖。你叫这个做什么？你喜欢吃糖？你不会是看上朕的奶糖了吧？朕告诉你，你休想！顾贵氏并不接话，只一直盯着朕看。你怎么老和他黏在一起？你喜欢他？朕闻言，伸出手摸了摸他的额头。你在这里发什么癫？顾贵氏也不在意，顺势将朕的手拿了下来。糖糖，朕嫌弃的皱了鼻子。朕不叫糖糖。他哪里好了？朕听罢好一阵沉默，随后便忍不住愤怒地开了口：你跟朕搁这玩猜灯谜呀？你不说是谁，朕怎么知道啊？顾贵氏看了朕一眼，微微挑眉。还能有谁？你老婆？朕老婆，朕当然喜欢。如果她不是你老婆呢？你不会在挑拨离间吧？怎么可能不是朕老婆？难道她红杏出墙了？你再想想。朕在原地冥思苦想，绞尽脑汁，却依旧是百思不得其解。可是她明明就是朕老婆啊！她老给朕做好吃的，对朕可温柔了，她香香的、软软的。顾贵氏闻言，玩味地笑了笑。软吗？朕在脑海中仔细回想了一下，皇后长得确实漂亮好看，身上也总带着一股好闻的香味，但是抱起来却是硬邦邦的。朕曾经还暗自埋怨过她一点都不软，可是顾贵氏又是怎么知道的？朕经过一阵激烈的大脑风暴，终于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。你报过，你就是皇后的出墙对象。顾贵氏闭上眼睛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在心里暗叹，怎么自己就喜欢上了个傻子。他实在懒得再让朕乱猜下去了，索性直截了当挑明了真相。你真的觉得那日庆楼皇后是女扮男装？不是吗？笨死了。可是女生也有可能长到185，而且女生又不是都有胸，她平胸很正常。越是不来离家的人也有很多啊。说着说着，朕忽然发觉自己根本就编不下去了。过往的那么多事情，一件可以说是巧合，但全都叠加在一起，那真的还能是巧合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什么不知道？朕听罢扭头就走，顾贵氏却一把拦住了朕的去路。要找他说理？
朕的身形猛地愣住了。若要说理，朕又有什么资格去说理呢？朕不也同样是女扮男装，欺瞒天下吗？可是他明明骗了朕，这个大骗子！朕闷闷地回了一句。朕不理他了。怕是顾贵氏不信，朕又重重地重复了一遍。朕再也不理他了。那你理我，糖糖，你回头看看我。滚！少开玩笑。顾贵氏微微张了张口，最终却只是咽下了千言万语。算了，不逗你了。朕从那以后一直避着皇后走，一连数日，朕都没有去见皇后。朕的心思乱得很，每天都想着明天再说吧。这一夜，朕睡得正香，忽然感觉有人在朕身旁，朕吓得不敢呼吸，微微睁眼。好高大的刺客！再仔细一看，哇，女装刺客！琢磨着趁其不备给他一击，没成想他先说话了。陛下醒了。这声音有一种熟悉的陌生感，朕迟疑着唤了一声：“皇后。”朕顿时气不打一处来，出声埋怨：“你大半夜占朕床头 cos 鬼啊！朕有8个心脏，也不是你这么下的。”皇后没有说话，周遭好冷，冷到朕周围的空气都快要彻底凝固了。朕猛然间发现了什么，声音也不自觉地带着几分僵硬。朕是不是在跟你冷战来着？完蛋，朕输了！朕怎么可以先跟他说话？为什么冷战？殿内的夜色太浓，根本看不清他此刻的神色，只莫名打了个寒战。朕憋了半天，只干巴巴地挤出一句：“你不知道吗？”皇后默默坐在了朕的床边，自然而然地牵过朕的手。顾贵氏说的。朕犹如触电般猛地抽出手来，收手不亲。陛下，你也骗了臣妾。你一个大男人能不能不要自称臣妾？朕怎么骗你了？不信不信，朕的女扮男装藏得这么好，他怎么可能会知道朕不是男人？陛下，很明显的。半晌过后，朕只能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尴尬笑容。其实朕本是188黑皮体育生，因一场大病留下了后遗症，变成了175白皮细狗。皇后沉默了片刻，现在可以牵手了吗？不可以，男女授受不亲。话未说完，皇后直接轻身抱住了朕。你走开啊！你个大男的抱我干嘛？抱着朕的皇后动作明显顿了一下。陛下说什么？朕拔高了声音，义正言辞地宣告：你是男的，还怎么做皇后？陛下，皇后无奈地放开朕。陛下对臣妾没有感觉吗？你让朕再想想。朕此刻只觉得头疼欲裂，朕不知道自己对皇后到底是什么感情，也一时接受不了皇后的转变。皇后并没有步步紧逼，只是体贴地给朕掖了掖被子。好。次日，朕跑去找顾贵氏诉苦。他喜欢朕哎，朕该怎么办啊？你离我近一点。虽是疑惑，但朕还是一眼往他坐着的地方挪了挪。我喜欢你。朕被吓得手一抖，差点没抱住怀里的奶糖。你犯病了！顾贵氏不仅没恼，反而朗声笑了起来。看，不一样的。朕还没琢磨明白他这话里究竟是什么意思，他便已抬起头来，目光澄澈地对朕说：“喜欢，喜欢就去追。”朕的耳尖瞬间变得滚烫。你胡说什么啊？别让自己后悔，去试试吧。朕的心中依然有些犹豫不定。你真的觉得朕喜欢他呀？顾贵氏又恢复了那副神色轻松的模样。你傻，我又不是。朕要闹了！真的要闹了！顾贵氏没搭话，只盯着盏中的茶叶暗自发呆，看起来非常不开心。忽然，他怀里凭空多了一个软软热热的小猫。他错愕地抬起头，便看见他心悦了10年的姑娘。那个奶糖借你玩，你开心点。此情此景一如10年前的那个旧日，他给了当时一身脏兮兮的他一些碎银两，还有一块甜甜的饴糖。给你饴糖，你别难过啦。而此刻他正别别扭扭地站在面前。给你奶糖，你开心点。恍然之间，顾贵氏竟然不知道自己究竟身处在哪一年，他只听见自己有些恍惚地应了一声。好。虽然他没接受我，但我并不是一无所有。有他亲手送的2块糖，一块是这活蹦乱跳的奶糖，一块是当年那甜到心底的饴糖。朕决定让奶糖去哄这个假面男人，朕本人则鬼鬼祟祟摸到了皇后宫里，准备像昨天晚上他吓朕一样吓他去，只不过还没成功就被他抓包了。陛下，正门能走。朕不服气地扬着脖子。
朕就爱翻墙，少管。其实朕对你也不是没有感觉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之后一起合葬吧。什么？朕掰着指头，头头是道地给他分析。你看，咱俩在一起，肯定得吵架、分手、和好，吵架，一直折腾到老，那多麻烦，还不如一步到位。所以我们之后直接合葬吧。皇后看着朕点了点头。好，这意思就是厮守一生吧。没过多久，顾贵氏走了。朕知道这个消息后，足足哭了2天。皇后见状走上前来，舍不得。朕一边呜呜的哭着，一边大声控诉：当然舍不得，这个杀千刀的居然带着奶糖走，朕记他一辈子啊！朕明明只说把奶糖借给他玩玩，可从来不是送给他，朕的心好痛好痛，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。你说的都对。后来远走他乡的顾贵氏总是给朕寄来各种各样的糖果，不仅如此，里面还总会附带着一小撮猫毛。朕看着那一撮撮猫毛，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千万别再掉了，再拔下去，朕的奶糖都要吐了。后来皇后也终于告诉了朕，她究竟是什么时候知道朕女扮男装之事的。成亲那夜，你来月事了。怎么，男人不能来月事吗？真是令人公寒。皇后一脸无语，朕又凑上前去，好奇地打探：你怎么个事儿？你又为什么男扮女装？皇后闻言竟沉默了一瞬，朕顿时瞪大了眼睛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跟朕还有不能说的？皇后垂下眼眸，有些艰难地开了口：臣族中没有一个女孩。皇后尴尬地轻咳了一声。我父亲想攀龙附凤，可先皇没有1位公主，只有5位皇子。我族中也恰巧都生的男孩。看来我们都是有一样的苦衷啊。之后别自称臣妾了，也别穿女装了。以后朕罩着你，没人敢说你什么。陛下，天黑了，做点该做的事吧。夜色深深，红烛摇曳，正是好春光。